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 A 琳。在这个频道呢，你会看到一衣多穿、小个子穿搭，还会有各种单品的测评。感兴趣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在视频开始之前先点击一下底下的订阅。那今天的视频呢，就是带大家全方位的来测评一下 BV Lug 系列的靴子，会跟大家拿出来一个跟它比较相似的一个单品 Ganni 的这双靴子，大家做一个对比。那先来看看这双靴子吧，它的跟高呢是有一个5厘米的一个增高效果啊，它不是那种这么厚的厚底，全是同样的一个高度，这个切面一层一层滑下来的，大家从侧面就可以看出来。靠近脚踝这一圈的呢是最里中间第2层，接下来第3层，这3层的叠加高度才叠加出来了5厘米。所以从视觉上来讲呢，因为它底下多出来的这2圈，就会显得你的脚在中间这一块的时候，就不会有那把你的脚显得很大的一个毛病存在。那这个底呢，它是这种防滑的底，也是有齿轮，做工来讲我是很满意的。之前我也有尝试过，比如说像 Mango 有出的那种靴子，他们虽然说乍一看上去跟这些靴子都特别的像，但是如果你拿到手仔细看一下，我觉得贵价的靴子跟比较平价的靴子，它们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的点呢，就在于这些缝合呀，包括它的切角边缘，就它的每一个边缘的宽度啊，都是量得非常的均匀的，不会有什么这边进去一点，外边凸出来一点。然后这双靴子的话呢，它除了底部之外呢，其余的我们所看见的长得像皮的这些部分啊，它们全部都是用小牛皮所制作成的。侧边呢是有一大面的这个弹力带，那这个弹力带呢，好处就在于你的脚踝会刚好在这个弹力带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可能靴子会有磨脚踝的问题。那脚后跟这个地方呢，它的靴子的这个鞋型这个地方做的也特别好。脚后跟你们可以看到吗？它不是直的上来的，它是预留出来了，你可能会凸起来一块脚后跟的这个地方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我在说什么？但是有一些靴子的话呢，它可能这一块就是直这样上来，打板的时候呢就没有注意到，可能有的人脚后跟那块骨头会比较突出，比较明显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会有磨脚的风险。那接下来再来说它的这个拉绳特别的宽，基本上是可以伸2个手指进去拉你的靴子的。有的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的宽，不管你是在脱还是在穿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用不上力，所以你就会觉得穿脱有点困难。但是如果你这个地方可以拉的话，其实我每次都是手这样往后一伸，然后腿往里头一蹬，2个力互相作用，它就直接就穿进去了。所以这一点上呢，我觉得穿着的一个方便程度上来讲，它也是有考虑到了。接着最后再来看它的一个整个的鞋头的形状。现在这个鞋子呢，穿出来已经有我自己本身我的脚的一个感觉了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隐约看出来它原本的那这个鞋头呢是比较圆润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呢也不会说特别的压脚背，所以你脚背比较高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这双靴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还蛮舒服的。这个鞋子呢刚开始到手的形状是非常漂亮的，没有任何折痕，也没有任何压痕的。它跟所有皮质产品的东西一样，穿久了之后都会有你的穿着痕迹在的。比如说你们看啊，在中间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很轻易的看见，就是我已经把中间这个地方穿的有一条折痕在里边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不妨碍它看上去还是一双很帅的靴子。这双靴子呢是 BV 家的一个 Lug 型号，那他们呢在这个靴子成功之后，也推出了他们的一个改良版、升级版，叫 Tire 系列。那肯定就会有人好奇说，我是买 Lug 好呀，还是买 Tire？ 通过我个人的一个穿着上面，我觉得这2双靴子呢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 Lug 系列呢，它的整个鞋头、鞋型以及瘦长的这种感觉会更明显一点。那 Tire 那双靴子呢就会更宽一点。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 Tire 旁边不是有一圈那种竖起来的那个形状嘛？那如果你买的呢是那种拼色款的呢，就会很明显的告诉大家你这双鞋子有多增高。如果你买的是纯色款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不太看得出来。但如果真的想要去隐藏你的这个增高的话，肯定是 Lug 做的比较好。其次就是重量问题，穿靴子大家肯定都会担心会不会重，会不会走路起来很累。那我个人就是实测下来，包括结合
合他们官网给出来的一个数据，泰尔的鞋的重量是比 Lug 的鞋要多1倍的，但是泰尔的一个整个的形状是会更帅气的，而且泰尔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是那个海盐白。那好，说完 BB 这双靴子之后呢，我们来说说 Ganni 的这双靴子。那 Ganni 这双靴子出来之后呢，它也是非常的火。我要说的是，它跟 BB 还是本质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啊。那 Ganni 这双靴子呢，它这一个类型的靴子，它有分3个不同的高度。我手上这个呢是一个中筒的一个高度，然后它还有一个比我手上这个短款的，还有一个呢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，也有穿过的，到膝盖以下的这么一个长筒的一个高度。那这3个高度呢，就看你平常穿衣的一个需求吧。这个靴子呢跟 BB 的靴子放在一起呢，可以很明显的直观的区别呢，就是它的筒高是不一样的。它大概跟 BB 的靴子的筒高差有到3到5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。那这个 Ganni 的这双靴子呢，它的整个的跟高呢也是有一个5公分的一个高度，前面呢也是用一个牛皮所制作而成的，但是它的拉环这个地方就是这种尼龙布，就不是那种皮的，不像 BB 那一双。侧边呢也是有一大片的这个弹力带，背边呢有一个 Ganni 的一个 logo。这双鞋子呢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我觉得是2个点吧。首先第一个是它这个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就是很明显的这种轮胎底的感觉。它的鞋头呢也是做的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在你脚趾的这个地方有一节是用这种橡胶给它固定住的，所以呢就没有整个鞋面都是皮的那种感觉。这双靴子的鞋头呢比起 BB 是要稍微的尖一点， BB 的那双呢可能就圆润一点，这个呢就更显得脚比较细比较长。这2双靴子穿起来呢都是没有任何磨合期的，都非常非常舒服，脚上一蹬就可以暴走的那种。那这个鞋子呢可能会更适合天气不太好的时候，因为它旁边有一圈都是用橡胶包裹起来的。视频的最后呢，我要来跟大家说一下这2双靴子的一个尺码问题啊。BB 的那双靴子呢，我建议大家按正常码来买，因为我平常呢是穿36，靴子买的也是一个36码。平常穿呢，可能光脚穿会有一点点松，但是我都比较习惯去配袜子，它会比较好穿进去。所以这个 BB 这双靴子呢，其实不用去买小半码。然后 Ganni 这双靴子，我建议大家买大半码，因为那双靴子它就前面有一点窄嘛，所以我觉得买大半码会更合适一点。而且刚刚在试穿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 Ganni 那双靴子，即便是穿了袜子，穿脱不太方便。然后 BB 这双靴子呢，穿脱就我觉得会比 Ganni 那双更舒服、更顺畅一点。Ganni 那双我刚刚就差点卡住了，所以就是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update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还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。有任何想说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。希望对于你选择靴子，或者是如果你稍微比较感兴趣这2款靴子的话，能够有一点点帮助。那我是 A 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